今年122岁的威尼斯双年展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艺术双年展，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3大艺术展览之一。如今每一届展出，威尼斯城聚集来自数十个国家、数百位艺术家作品，而台湾是从1995年起以台湾馆的身份参与其中。本届被台湾推选出来的艺术家是常年定居纽约的谢德庆。我的作品的内容你都看到嘛，我什么都不太做，就纯粹就在 doing time 嘛，所以说那就变成最后那主题。生命就是度过时间，生命就是自由思考，生命就是生命的图形嘛。谢德庆从1978年起开始发表5件1年行为表演，一生只有6件作品。相隔近40年后，他首次在威尼斯同时展出2件作品。打卡是谢德庆的第2件1年行为表演，在1980到1981年间，他每个小时打卡1次，一天打卡24次，没有一天间断。工作的时间打卡，休息的时间打卡，睡觉时间打卡，你只要活着都是在工作，心脏在跳，头脑在思考，连浪费时间我都把它也当作工作。当然，我这个工作，在一个哲学层面来讲，就会变成是这样，不工作的工作嘛。打卡，你说24小时不努力吗？但我做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有做嘛。等于说打卡没有生产嘛，那浪费时间这个就跑出来了嘛。你要说，那你在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你想要1小时的空间嘛，我不可能去太远嘛，我就要马上回来打卡，就变成我的生活就要简单到，就那就是你的生活了。你就不要再去想说你要怎样了，没办法你就没办法完成你的作品。那你没办法完成你的作品，你就什么都不是了。就你可以自由思考，那是你纯粹你自己有的，其他你就是在那个作品里面的规定生活就对了。我就用16厘米来记录每一格，1个小时拍1格，那一天24格，刚好16厘米影片是24格，它的速度刚好是1秒钟。所以365秒，变成就是那件作品，等于说1年的浓缩版嘛。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整个，也像动画那样，从头发理光头一直到头发长出来，还有打卡钟这样一直24小时这样在绕但对我来讲，1年作为一个单位，它刚好就是这样一个，等于说人类在计算生命的一个最基本上1年，也就是地球绕太阳1周，所以它就会牵涉到一个宇宙的整个引力了。那你说我个人对于做这种作品的苦，我自己本身在观念上，我只是存活就对了，我没有要去强调这一点。我的作品不是在讲一个忍耐力就是如果强调忍耐力，那我就再多做1年。重点我不觉得说难是难在这种作品不好做，而是说浪费时间，没有人要做。你就想释放点你的行为，你要说什么才叫做不浪费时间，对不对？国王、流浪汉都在做时间嘛，有什么区别？你要讲说那样过，我就没办法干什么，没办法，那都是欲望的问题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这样过不是很枯燥无味？那就事实上就枯燥无味嘛。那你说我的平常现实生活也不枯燥无味，也是枯燥无味，但就是说你就显一样，你要这样还要那样，因为这表示说我的生活那面要显那个比做这个更划不来，就做这个还比那个有赚呢。干脆就这样讲，你说存活就是受苦吗？那很多人都想活着嘛，因为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嘛。时间回溯到1970年代的台湾，在那个思想相对保守的年代，年少的谢德庆就尝试了相当惊人的实验之作。比如说我在台湾做了
有跳楼嘛、曝光，还有修补道路哦，就在台湾，在我这个年代，哦，就是要去突破困境，外在环境还是有很大的约束性，就让我的自由度没办法发挥。当然你说到纽约，哇，对一个台湾人来讲，那简直是另外一个，等于说困境也是更大的。我都发现我试了什么都没有办法去发挥什么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浪费时间是我最厉害的嘛。当然这一点跟我一无所有，然后这样去走过来有关系。但是我不要说没有来纽约就在台湾就不可能创作什么好作品。但是事实上也证明外在环境影响也很大。我来威尼斯是因为台北美术馆邀请我。我本来之前我就想用笼子那一件跟打卡2件，但是一听到说是这个地方是监狱，以前古代的监狱，再加上我又是一个聋子，因为我的聋子作品本身不是去强调这个，我是强调一个生活里面的一个孤独渐进，而不是针对监狱，所以说那件作品就不再考虑范围。谢德庆为每件作品立下严格的规定，聋子把自己监禁起来，只有思考不受限制，打卡限缩了每个小时的行动自由，室外则是彻底野放自我，在1年内不能进到建筑物内。因为你没办法进入室内嘛，所以变成就1年时间让你走多远，然后只要到那一天最后一天你进入室内就对了嘛。我在做作品，对不对？很理性的规范一个规矩，我只要不犯那个游戏规则的一个意识时间里面去做什么。但是我真正进入了那里面，我就是变成像一个动物变的那样在发挥，你想吗？所以我这样一讲，就表示说我根本不是在讲一个所谓禅或者升华的东西，我根本都是胡思乱想的。反正我就是要动用我的本能，然后去过我自己自由思考。像我是爱干净的人，对不对？第一我就想，哇，这个室外这件作品这么，哇，什么都不能够洗澡，我光是这一点我就可能就破功了，就没办法做。好，那这个作品太有魅力了，吸引我。就是说，你在外面做也可以变成高级流浪汉呐，就也可以怎么样？当然我不会每天刷牙，我都不刷牙，也不手都不洗的，因为我知道那种皮肤那个层哈，就是说一直盖好几层，就变成那就是我的保护。你如果太爱干净，你反而没办法住在外面。就是野果生活在文明社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家问你说你住在哪里？我说我住在第5大道。第5大道在纽约就是一个高级区嘛，因为人家也没有问你说你住在里面还是外面。你要说我住在外面住1年，按道理来讲应该是健康嘛，自然。对，当然那个问题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嘛，就是生命危险，就是说外面随时你没办法控制嘛，会遭遇一些意外。如果你要不怕死亡嘛，如果说你怕的话，你连坐都不敢住在街上，那就是说你要有勇气嘛。基于我的一生的作品，也就是1件，只是说啊，这是在某一个断点、某一个片段的时间，我做这样做那样。实际上没有办法，实际上也就是一生，也就是1件。其实我的作品不是说你来看我的作品的观众一直在看我的作品，你就会看到作品，不是这样子。因为不可看性是很强的，因为我的作品是行为表演哈，我不是在做记录的，我的作品记录那些只是一个，等于说一个证据嘛，一个留下来的痕迹。你要知道，不一定要来看作品，你只要知道这件事真实的在记，只要相信说这是真实的，
如果说你怀疑，那就不成立了。我的这些文件只是一个起点，让别人有一个蛛丝马迹，能够启动这个思考，然后去感觉、去想象这个作品。